春华，我求求你想想办法，帮我保住这个孩子好吗？别难过，现在咱们不想这些，最重要的是，怎么样脱离万贵妃还有蹊跷的魔掌。这里搜到一些肉脯，这些肉脯是我让他们在国外买的呢，我不是什么贼。你闭嘴！春华，你快走，不然会连累你的。你快走！哦不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救出去。贺公公，搜完了没有？他们身上可有其他物品啊？娘娘，没有。你听我的，也许这样可以掩人耳目。没有。没有。哎呀，什么东西？林长一，又有什么事儿啊，何公公？把你的物品拿走。日后贵妃娘娘提拔了我一定会跟你这个老奴才算账的。何公公，有劳你了。嗯。太医为贤妃诊治，有何结论啊？怀孕心切，私已成狂。太后，贤妃整日在宫中嬉闹也不是办法。昨夜臣妾整夜未眠，今日头痛加剧，如果再这么下去，臣妾恐怕先行倒下了。别说百妃身体虚弱，就连本宫今早起床也感到心绪不宁啊。太后，如果再这么闹下去的话，恐怕还会影响皇上休息，请太后圣裁。哎呀，想不到啊，皇上的嫔妃本就没有几人，却都连遭不幸。李上宫，你有何良策，帮哀家解此困局？贤妃病情如此严重，不如把她迁往行宫暂住，让她好好养病，也不打扰后宫。康复之后再做打算。好啊，这也是暂缓之计。太后，把贤妃迁往行宫，既远离京城，也不方便照顾，倒不如把贤妃关进冷宫，既有人看管，也不需要劳师动众啊。万妃言之有理呀。太后，冷宫是囚禁后妃的囚牢，贤妃虽然犯病，但她从未有过。如果把她打进冷宫，似乎不太合理。哎呀，也是啊。李上宫，本宫听说无恒殿是给年老有病的宫女做终老养病之地，那儿离皇上、太后的宫室甚远。倒不如先把贤妃迁至该处，等日后有所好转，再做定夺。百妃娘娘所言甚是。太后，属下认为无恒殿比起冷宫，是更合适安置贤妃的地方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
将贤妃迁去无恒殿吧。九天玄女观音菩萨送子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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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我要生皇子了，我要生皇子了。九天玄女观音菩萨送子来，九天玄女观音菩萨送子来。九天玄女观音菩萨送子来。娘娘，您来了。好，桂枝啊，这是娘娘和她的随身物品，我们把它交给你了啊。行了，多谢二位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慢走啊，娘娘，请随我来。娘娘，春华已经跟奴婢说了娘娘的处境。可我们这儿不比以霞殿，什么都很简陋，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侍奉您。不过娘娘有什么需要，就尽管跟奴婢说，奴婢会尽力为您张罗的。桂枝姐，谢谢你。您这样称呼奴婢，奴婢会折服的。桂枝姐，一个落难的妃子，还不如落水的狗。你能真心待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以后就不用行主仆大礼了。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您就安心休养吧。奴婢去给娘娘热点饭来。啊，谢谢。少长院，桂枝姐，有劳你了。哎呀，别客气，你们慢慢谈。春华，我和孩子的2条命是你救的，请赦我一拜。娘娘，千万别这样。我这个人有眼无珠，错信了乞巧，落到这般田地，我真是愧对于你和韩香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眼前最重要的是好好保护你腹中的孩子。来，我们坐。这个地方窄小，要委屈你了。我跟韩香现在也只能做到这样了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要不是你和韩香，我就是死在以霞殿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能有个地方落脚，能够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你现在别想这么多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有机会，我
跟韩香，定会向皇上和太后说明，到时你就可以恢复妃子的身份。经历了一番波折，什么荣华富贵都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对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这里是无痕殿，是个没有人理会的地方，你在这安心休养。万贵妃她是不会来这里找你麻烦的，好好照顾你腹中的孩子吧。七巧参见贵妃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回娘娘，七巧亲眼目睹娴妃已被押往无痕殿。无痕殿，无痕殿是白头宫女等死的地方。哼，娴妃此去就难翻身了。七巧啊，你这次的功劳真是不小啊！谢贵妃娘娘赞赏。你为本宫除去心腹大患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直说无妨。七巧想当司制，望娘娘成全。你想做司制？是啊，张司制近日身体抱恙，司制房暂由吴长志主理。如让吴长志接任的话，七巧中途无力插入。望娘娘此时向李上宫施压，让七巧主政司制房。好，本宫就去请李上宫到此相谈。映月，去请李上宫。是娘娘。谢娘娘成全。贵妃娘娘为何突然宣召？映月啊，你可知何事？回李上宫，娴妃娘娘被迁往无痕殿中，灵长医暂时无处下讲，所以来求贵妃娘娘，想在上宫局得到新的职务。七巧能请动贵妃娘娘做说客。灵长医待人接物八面玲珑，哪有请不动之理呀？听说他对司制一职甚有兴趣。七巧想当司制？哼，他未免太想一步登天了吧？娘娘，李上宫带到。属下参见贵妃娘娘。李上宫不必多礼，请坐。多谢贵妃娘娘。不知娘娘宣召属下有何吩咐？李上宫对娴妃迁宫一事，应该所知甚详了。娴妃宫中的长医七巧，曾在本宫宫中伺候过。现在，他希望托本宫向李上宫请求调迁，希望李上宫能成全他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还不容易。只要任何妃嫔宫中有空缺位子，又能容得下他，只需一纸通令，上宫局哪有不批之理？但是七巧并不想进其他妃嫔宫内伺候。七巧，你想到何处入职？你有何想法？直接向李上宫请求吧。回李上宫，七巧知道张司制近日身体欠佳，七巧愿为他分忧。分忧？你只在宫中当长医，制作宫医，织锦之事，你一窍不通，你如何替张司制分忧啊？李上宫，你说七巧当司制，他是行还是不行啊？回娘娘，行，不是不行。不过，七巧要想当司制，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。首先要到司制房，练就一手好针线活儿，继而设计的宫服，
要得到宫中后妃们的喜爱，晋升长制后，还得其他几位长制心悦诚服，才可推举他当司制。哦，原来司制房升迁也有这么多规矩啊！七巧，看来本宫要说服李上宫，让你做个现成的司制，是不可以了。李上宫，有劳你走这一趟。娘娘不用客气，恕属下在此多言。七巧，你若想当司制、司摄、司贞等职位，还是要多下苦功才行。七巧，你听到了吧？你是本宫宫中的旧人，本宫也很想你有个好去处。只不过有些事还是要靠实力的，本宫真的是无能为力了。奴婢知道。娘娘，您好好休息。桂枝姐，娘娘，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桂枝姐，怎么了？中华现在被娘娘的出事了，快走！张太医，贤妃娘娘状况怎么样？娘娘喝了下台药，可能会休诊。张太医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，还有，也一定要保住娘娘的性命。下官尽力而为吧。往后的7天是最为重要的。娘娘除了服药之外，只能躺在床上静养，不能下地走动。所有的事情必须有人伺候。可是无恒殿中人手并不多，我怕万一耽误，会伤及龙毅啊。桂枝姐，这样好了，我回去跟月宫局请假，娘娘的一切就由我来照料，你放心吧。
你醒了，你醒了，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张太医来看过你，说你有点小产的征兆。这几天你要好好躺在床上，哪里都别去，安心养胎。对不起，春华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还这样对你，对不起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在市集拉住那位大婶儿，不让她打我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已经一生一世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姐妹了，所以我对你好是应该的。春华，对不起。不许哭，你这样哭会对胎儿不好。啊，张太医说了，这几天你不可以下床，情绪不要激动，这样才可以保住胎儿。你一定要记得。我会，我一定会把这个孩子好好的生下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行了，把药喝了啊。回长宫，末将打听到夫人生病，向月宫局告了假，却不见在住处休息。她这几天都留在无恒殿。知道了。还有，我已回京一事，先不要让夫人知道。是。长宫，夫人在无恒殿做什么？长宫息怒，末将多罪。夫人逗留在无恒殿一事，千万不可向任何人提起，知道吗？是。退下。是。春华，你又做这些不要命的事。姑姑，我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姑姑，是什么风，把你这个宫中红人吹到我这儿来了？哎呀，您就别奚落我了吧。不是吗？在宫中谁有你这个本事？一仆二主。哎呀，姑姑，你真是异想天开，还想一步登天，登上司职之位，和我平起平坐。你进宫才多久啊？你有什么功绩啊？哎呀，姑姑，你完没完呐？怎么？给我丢尽面子，我说你两句都不成？你知道吗？你干的好事，整个上宫局都传得沸沸扬扬。张思志气得病了不说，周思舍、王思善、何思珍都拿话来噎我，说我有个好侄女，20出头便想当司志，我真是羞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在宫中，除了你，还能有谁让我如此尴尬？姑姑，我也只是想早点出人头地罢了。也是你教我的，在宫中如果不极力争取的话，很快就会落于人后的。你这叫极力争取，你这叫丢人现眼、忘恩负义。贤妃怎么会落得如此田地？你又怎么会和万贵妃有这样的交情？你真的以为宫中的人心里都不明白？明白又怎样？我做也做了，
谁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去吧。好啊，你既然那么硬气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？贤妃已被押往无痕殿，我现在无处落脚。姑姑，你能安排我到司政房做事吗？司政房？你懂得做什么呀？啊？要你做回一名普通的宫女，你愿意吗？当掌政，你做得来吗？啊？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在宫中像个无主孤魂似的飘来荡去吧？哼，你还发脾气了？你发什么脾气啊？当初你吃2家茶饭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吗？把贤妃拉下马，就等于杀了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。我早说过，你道行不足就别玩那么多花样，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。你偏偏就是不听。姑姑，我错了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总得说句话呀。怎么办？现在除了望贵妃，还有谁敢把你收进宫中啊？你对贤妃做的那点好事，其他妃嫔们嘴上不说，但心里可都明白。现在，你只能去求万贵妃收容你了。万贵妃？怎么？她才是你真正的主子，你不求她，你求谁呀？啊？云月，娘娘睡醒了没有？我可以进去见她了吧？慢着，娘娘是醒了，不过还在床上歇息，不想梳妆见人。哎，是我的事。你的事我已经向娘娘禀告了，她说，现在有我和小红2个掌衣已经足够了。但娘娘也知道你在宫中像无主孤魂一样，所以为你特意多设了1名掌灯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明天丑时回来候命吧。哎，掌灯，那岂不是都要每天晚上当值啊？是啊，怎样？觉得辛苦不想干的话，我替你向娘娘禀报，替你推了这差事。哎呀，不要，我做。那好，明天丑时你来候命，记得别晚了。你知道的，娘娘最不喜欢属下没规矩。我知道。春华，这幅百幅图呢，你替我交给贤妃，希望可以保佑他们母子平安。我先代她谢谢你了。谢什么呀？我虽然无缘生下孩子，但是我希望她可以度过这个难关。我们这些当妃子的，除了做这些，其他的也帮不上什么忙了。虽然你们贵为妃子，但是没有想到，你们的命运比做宫女还要坎坷。这一次啊，幸亏有你为她打点，不然的话，她被人害死在以下殿内都没有人知道。还要谢谢娘娘你。谢谢娘娘跟太后进言，让她可以避入无痕殿，这才得以保命。要不是你，现在无论谁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她。虽然贤妃之前有种种不适，但她始终都是受人挑唆才会变成这样。能够帮她一把，我还是乐意的。为了这些事情，她都不知道哭过多少回了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他错心蹊跷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是啊，听说蹊跷现在在万贵妃宫中当掌灯了，
我还听说，他找万贵妃给李商公施压，让他当司制一事。这件事情宫中传得沸沸扬扬，我也有耳闻。不过最后他没有当成司制，倒是做了掌灯。害人终害己，我想他在万贵妃宫中也不会好过。希望经过这次教训，七巧可以有所改变。娘娘，点心准备好了。春华，这些点心呢，你和这幅百福图一起带回去。谢谢娘娘。桂枝姐，我吃饱了，你拿下去吧。娘娘，你还是多吃点吧。我真的吃不下了。好，擦擦嘴。那我先拿下去了。嗯。娘娘今天胃口如何？还不错，吃了小半碗呢。好，有劳你了。娘娘，春华，看来你气色好多了。还不是有你们照顾。春华，谢谢你这几天这样的照顾我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你别这么说，别说是我们以前的情谊，今天要是换了其他的妃嫔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只要我春华能做的，一定尽力而为。你这样说，我对我之前对你所做的那些事情，更感到无地自容。都说了不要再说这些了。对了，这个啊是百妃娘娘送给你的百福图，她说啊要让你福星高照，顺顺利利的生下龙子。还有这个呀，她说呢是特别好吃的点心，一会儿你饿了可以吃一点。之前我对他冷嘲热讽，处处相逼，他还对我这么好。韩香一向与世无争，她不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的。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你要是有机会见到他，替我赔个不是。有什么好赔不是的？其实我们都知道，你是听信七巧的谗言才变成了这样。那好，你真想赔不是，就好好的把孩子生下来，到时候等皇上跟太后把你接回宫里，你呀一定要当着他的面跟他说谢谢。我会有那么一天吗？当然有。你这个娃呀，被万贵妃逼着喝了这么多打胎药，他都好好的，一定是个大福大气大贵的好娃，你可要好好的珍惜啊。我会做到的。你看，要不然这样，这个百福图啊，我就帮你挂在这儿，以后每天早上起来，你都会看到它，这样你就会有个好心情。你替皇上办完事情，已经回来了，怎么不命人告诉我一声，我好做准备？我是西厂厂工啊，西厂做事一向机密，
怎么可能会事先通知你？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这几天不太舒服，所以都没有去月宫局。刚刚到月宫局，处理点事情，没想到弄得这么晚。那也是应该的，在宫中自己的本分是应该做好。但如果是其他的事情，最好还是少管为妙。知道了，长公。以后不要这么晚回来了，会让人担心的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吃早饭的时候再见，早点休息。长公也早点休息。相信长公也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，请放杨月宫一条生路。要是长公不嫌弃，春华愿意一辈子当长公的对视。春华，不要！春华是宫里的女人，留在宫中是必然的。能有像长公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当对视，是宫女的荣幸和福气。如果你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，那就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生命。春华，春华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让我怎么能原谅我自己？我不能带你逃出那四面铜墙铁壁的后宫，更要你用一生时间去伺候那个阴险奸诈的阉人汪直，才能换回我的生命。是我害了你。姑娘，你的手在流血。
子州镇已批阅，交由礼部去办吧。是，皇上。皇上，先喝杯茶，休息一下。好。皇上，那今天晚上您驾幸何处呢？朕今天就去同心殿吧。同心殿？可是百胜妃一直有病在身，恐怕不能伺候皇上吧？今天的预言所见，你觉得百珍妃像重病在身吗？再说，朕已经多日不见她了。起驾。是。夏荷，熄灭灯火，关闭宫门，替本宫卸妆更衣。是，娘娘。皇上驾到！臣妾不知皇上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不知者无罪。百妃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